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一起來學習一下降壓藥啊。降壓藥呢，因為它確實分類很多，學習起來呢比較複雜。我們之前專門有一個課程，就是幫助大家一起把血壓、高血壓和各類降壓藥呢融合到一起啊。那個課程就是幾十分鐘，因為它內容確實比較多啊，講的也比較詳細，包括各種藥物的後綴啊、副作用啊，這些能講的都在那裡啊。但是呢，我覺得呢，如果能夠用一個比較簡短的視頻啊，幫助大家呢把這些所有的藥物進行一個統一歸納啊，能夠在幾分鐘之內就能夠把所有的降壓藥分類都能掌握住啊，那應該還是很有用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們就用這種護理教學海報的模式啊，幫助大家再把它所有的降压藥啊，按照 A、B、C、D、V 5個模塊進行一個分類的梳理啊，希望呢能夠很快的幫助大家進行一個複習和記憶我們看哈，實際上這5個模塊啊，從上到下就是 A、B、C、D 和 V 啊，分別是什麼意思？A 實際上是 A 大頭或者阿爾法大頭4類藥物啊。第一個叫 Alpha-1 blocker 啊，代表藥物就是什麼後綴都是 Zosyn 啊，比如說 Prazosin 啊，我們叫派唑嗪啊。大家注意哈，它是 Alpha-1 blocker， 是阻斷阿爾法1受體的啊。那麼第二行叫什麼 Alpha-2 agonist 啊，代表药物是這個 Clonidine 啊，或者叫可乐定啊。大家也要注意哈，它雖然也是阿爾法受體，是阿爾法2受體啊，同時呢，它是個激動劑啊，它可不是阻斷。所以 Alpha-2 這個有點特殊哈，其實你看 Alpha-1 是阻斷 ，Alpha-2 就是激動啊，這兩個機制是不一樣的啊。那麼第三行是指的什麼呢 ？ACE inhibitors 啊，指的是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啊。那麼它的後綴是什麼 ？Pril 啊，比如說我們常用的卡托普利、依那普利啊。那麼第4行呢是 ARBS 啊，實際上它也是血管緊張素受體的阻斷劑啊。它也是阻斷作用啊，常用的药物後綴是什麼 Sartan 啊，比如說我們常用的 Losartan 啊、洛沙坦、替米沙坦啊这些。好，這是 A， 我們接着看 B 啊 ，B 其實就比較簡單了啊 ，Beta blocker 大家都很熟悉，後綴是 LOL 啊，常用的比如說 Metoprolol 啊、美托洛尔啊。那麼第3個 C 啊 ，C 指的是什麼呢？指的是鈣拮抗劑，我們簡稱叫 CCB 啊。Calcium channel blockers， 它的後綴呢，大多數叫做 Dipine 啊，地平啊 ，DIPINE， 這個其實呢是叫做二羥吡啶類的鈣通道阻滯劑。那除了這個地平以外，其實還有非二羥吡啶類的啊，這個鈣通道阻滯劑或者叫鈣拮抗劑啊，分別代表藥物就是什麼維拉帕米和地尔硫卓，我们後邊列出來這2個藥。啊，所以實際上帶這個 dipine 這個結尾的呢是二羥吡啶類的，而其他這個不帶這個結尾的，像維拉帕米和地爾硫卓呢是非二羥吡啶類的啊。那麼第4個 D 啊 ，D 指的什麼？其實是指的 diuretics 啊，利尿劑。當然，利尿劑呢，我們又分為3大類，就是這3個最常用啊。第一大類叫做什麼 ？hydrochlorothiazide 叫氫氯噻嗪啊。我們有說縮寫叫做什麼呢 ？HCTZ 啊，氫氯噻嗪，這是一個排鉀利尿劑啊，所以你常用這個藥物的話，要注意監測有沒有低血鉀。第2個藥呢叫 spironolactone 啊，我們翻譯成中文叫做螺內酯。這個藥物呢，它是叫保鉀利尿劑啊，保鉀利尿劑我們英文叫做什麼 ？Potassium sparing medication 呢，就是保鉀。那麼如果你長期使用這個 spironolactone 的話，你要注意你有沒有高血鉀啊，這個就要小心了，高血鉀的危害那是很嚴重的啊，可能導致心跳驟停。那麼第3個 furosemide 我們叫做泮利尿劑啊 ，loop diuretics 叫做泮利尿劑，速尿啊，呋塞米。那麼它的作用非常強啊，利尿作用非常強大。啊，比剛才咱們說的氫氯噻嗪和螺內酯都要強大很多倍啊！比如說我們靜脈或者肌肉注射10毫克或者20毫克呋塞米的話，那你可能半個小時就能尿出幾百毫升甚至上千毫升的尿啊！所以它作用最強，它也是排鉀啊。綜合這3個不同的利尿劑啊，它們的共同點是什麼？都排鈉啊，也就是說你用這3個藥任何一個都會
導致你的血鈉偏低啊，所以要注意監測血鈉啊。那麼最後一個 V 啊 ，V 指的是什麼 ？Vasodilator， 它是一种直接的擴张血管的药物啊，代表药物就是 nitroglycerin 硝酸甘油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呢，實際上通過複習這個 ABCDV 5個模塊啊，就把所有的降壓藥不同分類實際上都進行了一個總結啊。那麼希望大家能夠把這張表上這幾個分類能夠記住啊。實際上幾分鐘啊，我們說5分鐘，你基本上把所有的降壓藥都複習了一遍啊。好，我們今天這個學習內容就到這兒啊，歡迎大家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謝謝各位。